他是一个你要说公务员或上班族，他都全部长袖长裤，没有人看得到这个故事。他那时候找我泡汤，只是要跟我说每一个事情的故事是什么，但他没有想要把这些故事被留下来。他就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只是想要有人好像听过这个故事的话，就代表好像不是他自己的幻想，他只是需要有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好像认证或是听他讲有这件事是真的发生，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就这样了，我就听而已。从小就是立志做奸商，这跟我家庭背景有关系。因为我会觉得，当商人好像会赚比较多的钱，就不会像我们家都是做农的很穷这种的辛苦钱，因为他们都是做那种劳力活，好像我动头脑的可以赚比较多钱这样。所以我从小就立志做奸商，但是奸商要有那个像廖天丁那种劫富济贫那种，就是还是有这种可能从小就有一种血液在这边流这样。本名叫陈怡如，然后或者叫小嗨也可以。我念商学院，然后后来去读了一点点法律，现主要都在性别平等教育当讲师嘛，然后做出租人生，嗨嗨出租人生的创办人，然后同时是一个顺性别女双性恋，然后也是开放多重关系的实践者。人缘生活这件事，它一方面是某种程度是解决你那个当下的问题。算问题吗？解决你当下想要解决的处境，好。我觉得是我的愤怒。对，好，我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你那时候想要对抗什么？就是整个金融体制啊，大家都是钱嘛。然后我觉得我在那个体制里是很困惑、很不舒服、很生气的。比如说我们在金融业常讲一句话，就是我们是雨天收伞的。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个概念。如果以金字塔来讲好了，最有钱的人怎么赚钱呢？就是叫中间的人再去压榨下面的人。那中间的那些主管好像也没有觉得，那时候主管有讲一句话，我那时候才意识到我好像真的不是很喜欢这个体制。他就讲一句话，他就说我也是混口饭吃。我心里就想说，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你其实没有在认同你做的事情，你为了混口饭吃，然后你做这样的事。所以我就会觉得，即便我后来下单位，我只是做一个分析的啦，我都觉得我好像跟我自己的价值观是有抵触的。有没有某一条线，或是某一个阶段过了之后，你才变成某一种对啊，我现在大概知道我是怎么一回事了，然后我大概跟我家人之间那个关系也处理得差不多了。它有一个时间点吗？我觉得最明显就是我从金融业离职之后，因为我离职是因为我觉得我身体或心理都出状况，我没有办法继续在这个工作做下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我没有办法继续假装没有事的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就是有状况了，可能我要开始看身心科啊，或者是我要我如果都没有去上班了，我必须要去处理我自己的人生。那时候我好像就不太能够顾及他们的想法，我甚至他叫我敲我门要我吃饭的时候，我都可以把门锁上不理他了，因为我已经就是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没有办法去没有想要去理解他们的。对，就是我那时候因为身体有状况，所以我开始去打太极，但我去找那种公园的，就是找那种阿伯跟他们学怎么打太极。就我就开始处理我自己的人生，然后我就开始更积极的想要跟我过去的某些结和解嘛。我就开始试着跟过去的我的故事的任何人，包含我的老师，也是我进热线之后的，就等于我还是大学的时候，对，就是我当初可能做了一些他们觉得受伤的事情，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办法说为什么，但我现在可以去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以及我现在可能可以很平淡的跟你好好的聊天。我有
整理到我觉得我真的是很讨厌我自己之类的，就是我这么坏啊，或者干嘛的，对，就也有，就是我自己的崩溃、自己的大哭处理完，但是我就处理完我自己了。所以开始零元生活之后，然后包含现在持续做的出租人生，我觉得我那时候都处在一个我知道我不要什么了，可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那我有没有一个方式去探索？所以刚好看到了出租人生的东西，好像可以用这个方式来探索看看。一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接触到什么样子的客户，什么样子的 request？很多大部分一开始就是聊天嘛，聊天是最多的，吃饭啊，然后大部分都是聊感情。好，然后会找我的通常都是3种人，我们讲失业、失恋、失去人生方向，就这3失，就是会找我的大部分都是这3种人。然后，但是这些人的身份就会很多元嘛，因为我讲我从大2可能开始就是接触 LGBT 的族群，所以的确一开始蛮多都是同志相关的族群朋友这样子。那每一个人的失业、失恋跟失去人生方向都不太一样。一开始蛮多是这种故事。你们会找我，就是因为可能大部分很多是因为身边的人没有办法谈这件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不友善？很不友善如果友善，他们就不会找我，他会跟身边的人讲。他们通常跟我讲的都是他们最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讲的东西，不管那个身边的人是家人，或者是亲人，或者是爱人。比如说。有一个蛮典型吧，就是他那时候找我的时候，他是一个青少年同志，然后就是被家里知道他的同志身份，家里就不接受啊，他就心情很不好啊，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想要自杀的念头或者什么的。他那时候敲我只是说，他可不可以跟我聊聊天？然后我就会问客人说，那你要怎么支付你的方式？他说他请我吃个饭，好，我就好啊，然后我就去跟他聊天，然后聊完以后，我就说，我请你吃饭吧。这很惨，就是他出柜嘛，然后被赶出家里，但是他还没有成年，所以其实有各种很辛苦的地方。但我其实也没有预期这个小孩，之后会怎么样。但是过了后来，就是因为我做的够久了，他现在就那时候未成年嘛，然后到现在他已经是大学毕业，出社会有工作了，这样，然后他就会跟我说他现在就也想要成为可能以后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他走过那个时期了。但我那时候想法就是，我不是说他现在变成这样都是因为我觉得他在他那时候最痛苦或是需要人帮忙的时候，至少有一个人那时候陪他听了他一段故事，那他的生命没有因此断掉，就好了。我这个过程，我是不是有想要翻转什么阶级？我觉得不是因为我就是很认知到阶级是没有办法翻转的。但我觉得多了一个彼此交汇跟沟通的可能。对，如果我没有这样子念书起来，我其实没有办法触及到我这些所谓跟我一样高学历的同学，因为从小到大他们跟我的人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包含很多很有钱的人。那个也是我从小到大没有办法触及的阶级，但是可能因为我跟这个社会真的太不一样了，他反而对我好奇，他跑来找我，他很想听我的故事，因为这是他没有办法想象的东西。我觉得比较是，当我们有交汇或是彼此遇见了以后，才有后续的可能。不然原本如果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大家都是刻板印象那样长大，包含我过去的我也是。基本上我跟他们也不会有沟通跟交汇的可能，我是这样想的。也许是环保，也许是零元，也许是出租，相对和这个社会大家所习惯的那一种方式的反面。对啊，你的各个层面都在实践这个反面这件事情。没有，我就是活着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对，那你活你自己想要的样子，你想要对这个世界上丢出来的那个讯息是什么？
丢出来的讯息是什么？就是就算我跟世界不一样好了，我还是可以用我自己想要的方式存在。我觉得这样就好，因为每个人想要的方式都不一样。那可能我的不一样只是提醒嘛，或是让大家知道说，哦，这世界上就是有各种人，但我也没有说你一定要跟我一样。就是有的话很好啊，没有就当做多个新知识。然后也回你，我那时候想很久，你说我这个过程我是没有。